好，美国又在放新的消息哦。现在布林肯讲说，传说6月要来出访中国大陆哦，甚至要可能跟习近平见面。但这会不会又很像这个今年2月份那个时候，也都是美国单方面在说，可是中国大陆都没有相对应的回应。后来就用一个这个气球事件作为说，那我就取消行程了。这一次会不会又来一回啊？那我们看看他讲法，现在包含了像 CNN、NBC、彭博，他们都说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这个布林肯将在未来几周之内会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彭博社讲说，尽管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但是美国仍然期待与中国恢复高级别的接触。那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说现在没有要公布行程。至于布林肯取消，就是先前取消这个访中行程将在这个情况容许的时候进行。科比提到他说，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会看到我们在这里谈论未来的访问只是我不想要提前就是曝光太多内部的内幕消息啊。那亚太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讲到了，这个是拜登跟习近平会在今年11月的 APEC 单独会谈吗？他说不好说，因为今年这个11月会在旧金山举行这个 APEC，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像去年11月那样子的 G20 的习拜会再次上演呢？现在他讲说他不太方便透露太多。那所以整体来看，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不断的为着希望跟中国能够见上面谈上话，或者是访中一直在释放一波又一波的消息啊。那美国的副国务卿康达讲说，华府正在努力管理这个中美的关系那另外，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也讲说，中美正打开沟通的渠道，那唯独呢，这个误判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在这个海空交锋之后呢，到底这个中美高层有没有可能有在北京会谈的机会？那现在目前呢，双方看起来，我们就从这个中国国防部讲说，双方进行了这个坦诚、建设性、富有成效的沟通，然后也同意继续保持沟通那这个密利在受访时候也放出一个风声说和奥斯汀期待有机会和中方来访谈，因为相会这一次是没有讨论到嘛，没有跟这个李尚福讲到话，所以接下来有机会吗？那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就是密利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跟中国的同事都没有进行联系了。当时他们举行了最新一届的党代表大会，那之后就没有机会跟继任者再进行交谈。但是呢，美国另一方面又在做什么？又在对于中方制裁这一回是因为伊朗的这个首枚高音速的这个飞弹曝光了。那美国又讲说这个是不是中国这边的一些技术转移所以就开始要制裁，就是中国跟伊朗的一些个人和企业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新一轮的制裁名单，宣布制裁就是5名中国人，还有2名伊朗人，3间中国公司，还有2间香港的公司还有1间伊朗的公司。但是反过来讲，你制裁李尚福现在都还没有解除，继续再制裁的话，中国还会买单吗？中国现在光是李尚福的事情就已经不跟你见面了，你继续制裁，现在中国大陆哪是跟你在那边就是现在是这个吃软不吃硬吗？还是说你硬着来也是硬着回复你再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到了说，再次敦促，现在你那个 AUKUS 又在搞事情吗？敦促这个美国、英国、澳洲停止核扩散行径，说不要把太平洋变成了风暴洋因为接下来看起来那个英美呢要转让一些，向澳洲转让一些武器级的核材料，将来制造一些64到80枚的一些核武器。所以汪文斌有提到说，中方再次敦促就是你们应该要这个重视国际社会的一些关切，停止核潜舰的合作，还有核扩散的行为。你不要自己搞双标国际核不扩散的体系的行动，不要把太平洋这样搞得越来越危险，变成了一个军备竞赛了。连这个柬埔寨这边现在都感觉有点忧心就讲说我们这个东协国家这个其实在东南亚这边是无核武器区所以绝对反对这个核武器的扩散。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国在技术竞争中会击败 AUKUS 吗？澳大利亚最新的一个政策的研究所公布了一份报告，他讲说在公认的23个优先技术领域当中中国大陆在19个领域的研发处于领先的状态，23个里面就
有19个，所以 AUKUS 国家全部的潜力使他们仅在23个技术领域当中的1半能跟中国竞争，所以在许多的技术领域，中国的领先地位啊如此之大，那以至于这些国家无论怎么样联合，恐怕都没有办法缩小跟中国大陆的差距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持续这个所谓散播他们的高层官员要跟中国大陆的官员会面的这个讯息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那基本上就是说，美国是希望事情能够在管控的范围之内。当然呢，美国做这件事情，好像觉得美国是比较顾全大局的。美国在基本上做了很多这些伸出橄榄枝的事情，那都是中国大陆在拒绝。可是从实际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除了做这件说希望见面之外，行动的改变最多的是美国。比如说，美国在短短时间在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成立2个联盟，最主要一个就是 AUKUS， 这个是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突然有一个这个美英澳的一个同盟？这个是 Anglo-Saxon 的同盟，有需要吗？你们跑到亚洲来干嘛？对吧？还有这个4方会谈那么不断的在这个往军事的力量、军事的事务方面走，所以美国其实我觉得它是2手策略啦。一方面在行动上步步进逼，可是在口头上呢又表示说它是有善意的，愿意来管控分歧的，愿意来避免冲突的发生的。所以美国我觉得就是说一手攻，一手是什么？一手是这个做文宣的。那当然会不会见面？我觉得迟早都会见面的，不需要美国在这边一直在这边做国际性的宣扬，因为接着就是说G20的峰会，那个时候习近平难道不会跟拜登见面吗？那个是一个很好。到年底的 APEC， 习近平也有可能会跟拜登见面。我觉得这都是可能，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见面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可是这种场合事实上不见面机会也比较小。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中国大陆别的地方其实也慢慢都在放松了，包括跟这个外交部门的美国的这个亚太事务驻青康达，已经前2天已经到了北京嘛。另外外传美国的这个 CIA 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到了北京。然后呢，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那么前2个礼拜他是主要是参加 APEC 会议，最后也转到这个华府，跟他在华府的一些对口也都见了面。所以事实上的话，双方关系还是有很多沟通的管道啦。倒是军事方面的部分短时间是不会见面。可是新加坡的国防部长不是说了吗？他在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对外说，他发觉其实美国和中国大陆双边这个国防部长都有相互要见面的这种意图。所以我觉得见面基本上其实见不见面，其实对于这个形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文宣的作用比较大，重要是我们看行为，我们不要只听其言，观其行最重要。好，来问杨老师。美国对外的外交方式因为它是霸权国，它是大国，它的军事、经济、外交都有相当大的这个能量施压，然后呢要求都一定大概相当的程度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他喜欢放话，尤其是跟他互动比较不是那么密切，比较缺乏互信，尤其像现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他喜欢先放话的方式，尤其对主要的这个国际媒体形成一个国际舆论的氛围跟压力，他其实是透过放话外交来去达成强加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跟做法。所以你看之前这个伯恩斯访问中国回来之后，他就把他这个行程给透露出来，然后呢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放话外交，李尚福曾经有一度这个拜登还说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制裁给解除掉，结果也没有，但持续的要求说要对话，这种放话外交现在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外交的方式。但他放话外交是要做什么东西？他要去做一个对话外交。那对话外交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目的的是他要告诉你他的意见、他的想法，他来告诉你传达他的旨意，然后呢，他要求呢某种程度你要照办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能量。它背后代表的是它的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制裁跟这个压力，以及两国之间的这种利益相关的
你如果还想好好的做你这个位置，做这个官，或者是你这个国家要顾及到你的利益的话，你就照我听这个建议的，他都会比较客客气气的告诉你，不要搞错哦，他不是那种绝对都是很凶的样子哦。但是呢，那个方式、那个模式都已经很清楚。那如果你不照他的这种所谓的对话外交跟你谈的内容，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不配合的话，你要面对的就是制裁跟反制。那第三点我要提到的是，我觉得我现在很担心亚太的这个核扩散。你看，第一个，一个非核武国家即将要取得核技术以及核原料，这个是 NPT 1968年这个核不扩散条约所禁止的嘛。冷战都结束了，21世纪了，结果在亚太玩这一套。然后呢，澳洲还说我们很透明啊，我们就是2050年以前要取得8艘核动力潜舰，这怎么叫透明呢？是不是？你取得了核技术，你取得了核原料，你会不会这个制造核武器呢？是不是？你核动力潜舰就是核武器嘛？我觉得广义而言，这第一个。第二个，就在前天吧，尹锡悦说，韩美的同盟关系已经升级到以核武为这个基础了。以核武为基础，也就是他认为韩国跟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已经承诺就核子保护。这个是单方面的单相这个单链呐，美国当然没有这样子，但是美国把它模糊，这也是一种战略模糊。你可以理解韩国人因为在北韩的核武压力之下，可是呢就代表什么东西？一北一南，对不对？然后呢，核武的这样子的影响就在亚太会开始扩散，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尤其是中美之间，它都是核武大国，而在台海、在南海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直接的这种意外或冲突，所以核武的扩散，我觉得我们相关的这个地区的人民都要小心应对。好，来请教舰长。我先顺着杨老师刚刚讲的AUKUS 继续往下讲啊。我们这样子说啊，我们大家都认为、都以为那个讲到 AUKUS， 日本非常想加入，然后变成 JAUKUS 或者是 AUKUS 那个 Plus， 这是我们的认为。还有韩国他想要进入核保护伞，但是有人问过马来西亚吗？有人有问过印尼吗？这两个国家在 AUKUS 一形成的时候，就表达了非常大的疑问，而且是质问美国。也就是说，离他们的国境这么近，为什么要引进这种核扩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大家都不管小国啊，大家都自己在拉帮结派。好，我们现在来看伊朗。伊朗刚刚讲到说，他最新研发的这个法塔赫的这一个所谓的高超音速飞弹，我们很少看到有公布实际上的弹道啊。你看它这几乎垂直，这下面有一个凸起来的，那是它的目标要攻击的目标点啊，然后就直接命中。这一个弹道告诉我们什么？有非常多人倡议在我们的那个东部也盖一个所谓的战备跑道，以作战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可以在花东纵谷的战备跑道起飞，没用，这个就告诉我们没用。那伊朗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的技术嘞？我们接下来看哦，其实伊朗这次的展示啊，它根本就是里面放了很多的那个技术在里面。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啊，如果在中国，它这个叫做双锥体可控制翼，可是我们在伊朗这里没有看到双锥体，它就是一个单锥体，而且它这个翼面是固定的。那它到底怎么样改变方向呢？它直接改变喷嘴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技术突破。第二个，警告以色列跟警告美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了它在刚刚的那一个位置上面，它有一个球体，这个球体后面也有一个喷射器。这个球体是什么？看一看金正恩当初展现的 DISC 闪光球，这是什么？这是核弹啊！意思也就是现在美联社的报道，伊朗只差6%的浓度就可以做核武了。
那也就是说，他又有了核武，他又有了弹道飞弹，接下来呢？接下来要怎么办呢？美国是不是还要在中东继续当大哥呢？难怪美国会这么紧张。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马上来关注一下现在俄乌最新的这个战情哦。乌克兰他们现在这边的这个水坝哦，新卡霍夫卡水坝被炸毁了，有超过4万人，就是整个这个8个区域哦，那包含了24个定居点呢，都被洪水给淹没，80个城镇还有这个村庄都面临到威胁，还有150公吨的机油被泄漏到第聂伯河哦，恐怕会造成一场生态的浩劫。那赫尔松也是万人大逃难呐，现在目前因为这个乌南水坝遭炸之后啊，这个大水就涌向了下游，从这个空拍的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大量的水就从这个水坝的缺口哦倾泻而出哦，赫尔松跟第聂伯河附近的这些区域都首当其冲。那这个新卡霍夫卡大坝呢，高30米，长3.2公里哦，蓄水量相当于是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现在连这个联合国都很紧张啊，就讲说哇，这个状况恐怕接下来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生态危机哦，大概不下于这个车诺比事件哦。所以我们看看，现在泽伦斯基是讲说，这个绝对是恐怖主义，绝对是俄罗斯所做的哦，说要把这个俄罗斯赶出乌克兰，俄军赶出乌克兰。可是俄罗斯，你看普京的讲法是讲说，这是你们乌克兰自己蓄意破坏的，所以现在也是互相指控对方所为。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因为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取水哦？如果影响到的话，恐怕也会引发接下来这个核电厂哦，如果缺水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核能的一些危机？那我们看看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在密切注意当中。美国的媒体是觉得说，这应该是俄罗斯所为。那这个联合国这边呢讲法说，这是一个人道、经济、生态的3重灾难哦。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是讲说，对于这个水电站的这个等于说这个水坝哦遭到破坏，已经是严重表达一些关切了。那我们看看在北溪之后，现在看起来德国对于美国是越来越不相信了，因为现在又有新的线索出来哦。这个北溪的爆破点附近哦，有出现了这个潜水靴，据说跟美国的海军高度相似哦。还有这个北溪的气管遭到炸毁之后呢，现在就是华油啊讲说，美国其实早就取得了乌克兰想要攻击的相关的情报，应该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6人小组来做这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德国恐怕是不太相信啦，所以德国就觉得说，美国会不会在背后扯后腿啊？反倒是更把这个注意力转向经济方面，然后看看跟中国的一些合作可能性。你看很多的德国厂商，比方说像西门子的 CEO 在6月份的时候也要访华，也宣布说接下来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要增加更多的一些投资啊。那他们讲说，这是他今年第2次的访中哦，要维持这个西门子在华市场的一定份额，如果可以的话，还要进一步的扩大。然后连默克药厂也都去到这边，他们也讲说，对华脱钩会付出非常巨大的经济代价啊，所以他们也是要积极的布好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另外呢，还有德国的这个社民党他们现在目前联合主席克林贝尔也是率团访问中国大陆他讲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当前中德之间的交流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还来得更频繁呐。那所以德国媒体也讲说，社民党现在外交政策现在看起来是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因为德国他们最新的一个出口数据让人家出人意料的说，竟然增长啊。那外媒讲说，这是多亏了中国大陆因为主要是出售给中国更多的产品也使得他们现在交出了这个4月份不错的成绩单。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季老师怎么看这个水坝这个被炸的是件大事啊。这个其实俄乌战争最近陷入焦灼。其实你知道俄乌战争的战线一共1000公里长，其实巴赫穆特是唯一在过去时间发生激战的，而且规模越来越小，现在也没有爆点了，很奇怪。现在整个的这个俄乌战争变成怎么样？乌克兰一天到晚讲我要准备反攻，春季反攻，现在春天都快没了，夏季反攻也还没开始动啊。你要去问他说，我们一定有获胜的经验，我们在准备，可是呢，武器还没有到位，我们要等西方的武器都到位，就在讲。
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有一些无人机的攻击哈，过去比如说从这个攻击克里姆林宫开始以后，前一阵子又攻击了俄国的这个莫斯科的高级住宅区，说这个普丁的住宅也在那个附近。那最近又发觉这个俄乌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个州哈内部有被这个无人机攻击的情况，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战事比较焦灼，比较令大家担心的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啊，这个无人机攻击好像有一点变成一种频率度比较增加的，可是这个伤亡都是很小的，杀伤力都是很小的。那可以说这个战争啊，就有一点看起来虽然口头上面的这种互相交换是很激烈，可是实际战场上的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水坝被炸，我觉得对于目前的战争这个平衡状态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军事的相互的冲突，可是这个水坝被炸很奇怪，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否认，而且都指责是对方去做的，那就让人有点怀疑，到底是不是这两方做的？两方干嘛都否认？对，如果从战略考量的话，我就是把你的坝给你扒了，怎么样？让你下游的人民就生活再怎么样？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啊，绝对是生活在水深之中，对于他的战事是有帮助啊，对俄罗斯是有帮助。那俄罗斯干嘛有什么不承认的呢？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乌克兰如果去做的话。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水坝目前是在俄罗斯的控制区里面，所以说那就是说我现在去把这个水坝炸掉，然后呢造成你俄罗斯控制区里面的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会使得战争升级嘛？因为刚刚一个最新消息就是说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就是说呼吁各方保持理智克制，这是不是会使得这个战争快速升级？一般情况下是会造成升级的。对，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就要问的话。谁希望战争升级？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树欲静风不止的话，对不对？那这个如果说俄国跟乌克兰是树的话，那风是谁呢？那过去一直在这个战争里面不断的怎么样去送子弹啊，送武器啦，然后呢，破坏各种和谈的这种努力的话是谁？我想他的权益就最大。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可能最大的这个凶手现在就呼之欲出了。可能德国也猜得到答案是谁。好，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其实谁炸的这个水坝，就跟谁炸的这个北溪一样各说各话，但大家心知肚明，都猜得到是谁。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因为不是乌克兰要反攻吗？他的特种部队作战旅美军跟西方训练的已经都上阵了吗？那为什么现在这样的情况去炸了这个水坝它的确会造成更加的混乱，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战场的推进会有它的困难我觉得也必须要思考美国在这里面的一个利益跟它的这个计算，也就是其实美国是希望这个战争能够在接下来3到半年之内，甚至要更短的时间，有一个定调。而这个定调呢，要走向要处理。这个处理，大家开始不同的意见出来。你看到李辉去做这个劝和促谈，你看到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里面，印尼的国防部长提议，就以现在这个阶段的就是情况来停火和谈。那当然，乌克兰拒绝，所以美国也大概在评估了。如果这个战争真的照乌克兰的反攻的步骤打下去，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战争扩大，因为俄罗斯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虽然边境不断的受到骚扰，它可能会提升它武器使用的层面，这个战争有可能扩大，有可能延长，合不合乎拜登现在对于乌克兰战争终止的这个时间表的期待？我觉得不合乎的。如果到了年底，甚至拖到了明年，这个对战争、对拜登的明年的选举而言，基本上就等于是一个画下一个终止号所以美国是希望大概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这个战争要有个定调。什么叫定调？也就大概有个结果，然后呢进行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国际之间怎么样来和谈我觉得这有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这个水坝会是谁炸的？呼之欲出，不是吗？对不对？那再讲到那个社民党，各位也知道，社民党是执政党消失的政党。那社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为什么带了一个团，
还到这个北京来跟李强见面，哦，他其他2个党不是执政团队吗？其他2个党根本就是非常反中的嘛，自民党跟绿党。但是呢，你看到过去这1年哦，他对他这个社民党的各种政策不断的牵制，所以现在社民经过这样过程之后呢，他大概摆脱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疑虑，他开始走自己的路，然后呢，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社民党来访也不可以这个小看之。好，舰长，为什么要来炸这个水坝嘞？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他要改变作战的准备，不管是攻守双方都一样。第二个是改变作战的轴线，也就是攻守双方原来的准备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坝决堤而造成其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迟滞作战的行动，这件事情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且是发生在中国。在1938年6月9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在抗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河南花园口决堤，那一共对于河南呢造成的伤亡啊，一共就是89300人的一个死亡，老百姓的死亡。那对于日军呢造成的影响是7000到2万个日军呢造成伤亡。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很多人现在只要提到抗中保台，就跃跃欲试，又说我空气枪如何好棒棒，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那个实弹射击一下。不要忘了，实际上啊，战争只有幸存者，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输家。那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看俄乌的双方啊，如果大家都不愿意退一步的话，我们就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不断的死伤。那乌克兰呢？乌克兰一代，也就是从20岁到35岁这一代的男性就已经快要全部打光了。那打光之后呢，我们回想一下战前的时候，乌克兰的经济支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当初的 YouTube 上面看很多啊，乌克兰输出了非常多的新娘嫁到其他国家，乌克兰的女子当做代理孕母的也非常多啊。那未来如果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一代的男人都没有了，这一个国家如何维系啊？这个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高度应该要仔细思考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啊，现在火烧到他的这个选情了。哪一把火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龙介先示警哦，就说本命区啊，现在看起来长期姑息养奸哦，这些犯罪者加害者被揭穿之后，虽然停职哦，都还有下一个职位在等他。你们这样子啊，让他们越换越好的职位，这样子试问一下，你们怎么可能在职场上面，一个要性招待办事的人，怎么会没有性骚扰呢？我们来听听。可以看出，民进党长期以来一路的姑息养奸。当这些性骚扰的犯罪者被揭穿以后，虽然停职了，但他还有下一个职位在等着他。全国到处跑，而且职位是越换越好。清德兄，加一把劲，否则在你的本命区恐怕会不保。好，不止本命区不保，恐怕会不会影响整体的选情啊？因为现在整体看起来，北中南全面的延烧，看起来绿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DNA 哦？那 Me Too 烧个不停，现在赖清德的布局大乱，征召青年参选的这个提名红利也看起来全面的泡汤哦。那他们也释出了这个党务汇报的短影音，3台架好的摄影机，还要大家集中坐到主席前的位置，难道是这个遭到质疑啊？
就是不是你是要来摆拍哦？那你现在看起来，林飞帆31号正式提名之后，不到12个小时就被杨惠如点名啊，担任这个党副秘书长的时候呢，正是性骚案的督导长官。那暗指呢，林飞帆是不是隐匿哦，或者是说，这个默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再来，这个鸡排妹的参选，党内的反台力道也不小，最后征召在地的英系议员吴佩益来参选。靳总跟党中央双头马车的窘境啊，都已经浮上台面。那另外一位被大家点名啊，就疑似这个也是有什么偷拍的这个情况，不过当事人否认。李正皓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在继续在选吗？因为他还去分析哦，说这看起来这个2024啊，赖清德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自己啊，是不是民进党目前选情还是稳，赖清德还是算是领先的，所以这个李正皓还有相对应的一些分析哦，看起来还是要继续选哦。那我们看看性骚案现在冲击到了赖清德吗？有媒体人黄阳明哥他讲到说，民调哦有一个惊人的跌幅，有一个滚动的民调，在6月1号之后，赖清德的支持度明显的受到冲击，跌幅超过了3%。将近到1成哦，那赖清德能否这个催到底彻查处理，将会是止跌回升的关键。现在目前他们是要上一些性平课啊，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形式上的还是根本上的一个改变哦？这个恐怕还有待时间来观察。那现在绿营都交不出性骚的报告啊，洪薇姐就讲说是谁的名字不能见光啊？还是名字太多了列不完，资料太多，还是根本没资料，还是有谁的名字不能被主管机关看见哦？那现在在网络上面最红的一个迷因啊，这个 PTT 网友形容叫做哥布林太多。这个迷因的由来是什么呢？就说哥布林是西方的奇幻文学里头哦，这个绿色矮小啊，然后又邪恶的一个象征，而且它会强掳女性来繁衍它的后代啊，就被形容说，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不是被形容很像现在目前民进党发生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在揶揄说啊，这就叫做哥布林太多了。那一旦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揶揄或是嘲讽，这就是一个警讯哦，这就是民进党必须要注意哦。年轻人开始用嘲笑你、给你取绰号的方式，这对于选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利。再来，我们看看劳动局啊，说不妨多给点时间嘛。这是民进党现在性骚报告看起来这个资料太多又交不出来，他已经是在中央执政，怎么又会把这个台北市政府放在眼里呢？所以台北市劳动局这样要求要给予一些报告，可能找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那搪塞归搪塞哦，还是一语成谶。总之呢，这案件像是绑粽子般越来越多，当时的借口现在看来都变成了合理的理由。那我看到今天这个联合报黑白集在讲，这反中不可以作为民进党的性骚护身符啊，这其实讲得非常的到位哦。因为难道现在性骚扰案的一些嫌犯，只要拿出党证，或者是说，我是支持抗中保台，可以除罪吗？可以减刑吗？难道在民进党是这种价值吗？不可能嘛！那难道以后只要是性骚扰案的人，我只要讲说我是抗中保台，法官就判你这个刑责缓一点啊，或者是少一点嘛？不可以有这种状况出现吗？一码归一码，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立场，绝对不能够变成你理所当然我可以性骚扰别人的一个好像护身符一般嘛。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讲到了2024，难道还是在抗中保台吗？最近我们看到葛莱伊讲了一番话讲说，柯文哲请停止谈论我，但是三立下的标题很妙，它叫做柯 P 总统梦要出局了，这让我们看了就更不懂这逻辑是什么。我们终于后来明白了，原来台湾的总统是由葛莱仪来决定的，只要他点名了谁就要出局了嘛。这当然是一个嘲讽的话，这三立的标题这样子下，我们也觉得蛮奇妙的。还是说美国的力量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哦，可以决定我们的总统是谁呢？那我们看美国现在讲说要加强保护台湾哦，新的干涉主义会是台湾的保护伞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用国际事务上推行新干涉主义哦，又用一种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作为借口，那以武力干涉别国的国政内政作为手段。台湾如果以为美国干涉台海是最佳的保护伞的话，恐怕是欠缺自知之明哦。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光是军售哦，都不能准时来啦。美国国务院说，不可能加速交付哦。他们4月的报告讲说，因为原物料交货时间较长所以不能够依照原定的时间来
缴交这些持缴的武器哦。那我们国防部是讲说，军售案当中有议定哦，发价书都有规定哦，只要在最终年度前交运进度都算正常啊，所以还在帮美国讲话吗？那美国一直挑衅，中国大陆可是忍不了的。我们看汪文斌提到了白宫指解放军敌对行为日增哦，中国的外交部讲说真相是什么？是你美军不远万里来挑衅哦，你美国的军用基建哦，直译到中国的领海领空附近搞什么抵近侦察？这不是维护航行自由，而是推行航行霸权，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行为，已经造成了海空安全危险的根源。所以现在美加一直在讲说中国军舰的这个危险拦截哦。华春莹就接连发出灵魂拷问了，他就秀出一张晚上秀出一张在 Twitter 上面，美国距离中国南海有8300英里之远哦。他说，如果呢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在你家门口窥探，甚至带着枪到你家门口，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请问房主会怎么做？这个好问题啊，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民进党到现在可以说只是用嘴巴来回应他们这个一连串的这些性骚扰的这些事件。那其实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能接受？最主要民进党处理的态度，到现在他处理态度让大家更火冒三丈。他当时处理的态度，譬如说啦，他那个第一个爆出来的，他的那个当时的妇女部主任处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跳车？人家在高速公路上怎么跳车？对，然后后来一系列的把这个案子把它做掉。对，这个处理的方式太恐怖了，哪有这样子用权势上位者的权势来压盖受害的下位者，让他把他的痛苦把他这个冤屈吞掉。那另外一个又发生一个案子那个蔡慕林的案子蔡慕林案子你说有更离谱蔡慕林因为就是在他的这个叫青年发展部，他是主任。下面的党工被蔡慕林的自己也是他们同单位的一个朋友，这个性骚扰，蔡慕林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决定叫那个受害者做3件事，给你挑哪一件？第一个，你自己辞职，要不然调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资遣，我把你资遣掉；另外一个你调单位；第三个是什么？对那个加害人去道歉呢？结果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党工女党工没有办法，因为要工作最后选择去跟这个加害人去道歉。你说这种事情，民进党内部这个一个主管还主管青年发展部，这样对一个他们自己内部的青年，你能接受吗？对，他每个案子都是不是说吃案吃案是太美化了，都是上位借机霸凌下位然后叫下位怎么讲？还叫人家道歉，对加害人道歉。那现在这些事情今天赖清德脸书来怎么我们一定什么不能姑息怎么样？蔡英文也在那边叫蔡英文，因为他那个自己的那个金主国策顾问，对不对？自己都犯案了，今天终于怎么样？终于辞职了还是撤职了？不晓得。然后他还要去告别人呢。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会做这种事？要去告那个揭发他的人。民进党到现在，蔡英文到赖清德做了什么事情？今天这个吃案里面，这个林飞帆还要继续代表民进党来选举对不对？李正皓还是民进党礼让的一个在出来做选举的一个候选人对不对？这些都是明明白白，全大家已经都知道，都是有极大问题的人。你们做了什么？请问一下，你做了什么行动？什么都没行动那今年1月的时候，因为你们民进党的那一位，从民进党一上任就开始做原委会主委的那位原能会的主委性侵案怎么样？最后人家被害人人家把他提出来以后，最后怎么确定是有性骚扰最后被撤职。那时候国民党党团就说，那以后我们就要重新考这个整理这个公务机关的申诉程序，指出一点。政务官如果被性骚扰案举发先停职以后再进行这个监审，因为政务官是少数可是呢，你政务官尤其不应该犯这种事民进党提名的一个内阁级的政务官都做这种丑事，你看这个党这个里面有多污秽很少看到这么污秽的党，而且很少看到事情发生以后还这样去霸凌，而且犯的每一个案子都是民进党的一级主管。还有他的政务官，那我想把这个程序改一点有什么不对？
他们也不同意啊。起码你现在说好了，我们现在重新检讨这个行政机关内部的这个有关性骚扰的这个处理程序，你起码有一点作为嘛，什么都没做，就凭一张嘴就想过关吗？那就由我们大家哈，观众朋友，我们大家台湾的人民哈，我们一直来决断嘛，要不要让这样子的烂党继续哈，在我们的头上哈发号施令，然后还怎么样欺压年轻人？好，杨老师，这个党民进党获得的权力太快了，利益太大了，然后呢，年轻人快速的取得了位置跟权力，不管是做幕僚、做助理，还是经过党工的这个几个管道，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可以形成一个跳板，这个跳板非常的快，所以你看到眼前有利益、有职位，你当然呢，很多人就在这里面克制不住自己啊，因为那种荷尔蒙的影响太深刻了，权力是最强的春药啊，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完全不会讶异这些性侵案或者是性骚扰案，的这样子一个不断的累积。所以我现在要求民进党2件事情：第一个，王宏威委员说的，你那个性骚扰报告你要把它提出来，不要躲避，不要因为派系人脉利益。因为你现在取得人民的信任，你是现在的执政党，不要忘记，你不是反对党你是现在掌握权力、分配利益的。对。第二个，我觉得林非凡应该要退选辞职，他是负责督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职位的，已经不是1个、2个、3个、8个、10个，在你的督导的这个范围之内，你难道都看不到吗？我非常质疑你现在的能力，你也一定选不上了。你不如干脆就代表民进党，你退选，你辞职，你负责任。我们看到至少你能够这个有一个反省嘛，至于说这个访问美国，我个人现在我陪过马英九总统出国访问过，我觉得台湾的总统候选人还一定需要访问美国吗？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过去为什么需要？因为你给他证明你自己个人、你的团队有这种处理跟别的国家外交能力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当然是去面试，可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相对的，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稳定的，而且曾经呢，其实也是以维护台海安全和稳定为主轴的，所以他担心台湾的任何的这个候选人可能会很跳动，也许有一些怎么样自己的议程像过去的李登辉，美国有这样子的一种疑虑，所以我们也台湾人或者一般的媒体也是希望说，你到美国去看看吧，证明你的能力，然后呢，表现出你真的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人。现在不一样啦，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你看这样的对抗，把台湾当棋子，把台湾当这个就是代理战争的场域，是不是？那个钟云浩在哪里？到现在为止，民进党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发言，只有外交部顺着美国的话在讲。真的发生冲突在哪里？是在台海耶，影响到两岸耶。现在去美国还有这样子的需要吗？还是美国说，你这个太这个平衡了，太中立了，你必须要表现出跟我对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接近、效忠，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现在的台湾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一定需要去美国吗？我现在画一个大的问号。第一个，大概不太有多人提出来，人道干涉美国我就举一个这个叙利亚的内战，2011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60万人到70万人死亡，美国就是以人道干涉支持民主，当初的颜色革命，然后呢，不断的他自己连中情局、中央情报局 CIA 跟美国的国防部要支持的对象都还不一样，都还产生冲突，一个是土耳其支持，一个是土耳其反对，所以造成整个这个叙利亚的内乱到现在。现在终于中国大陆透过全球安全倡议，使得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沙特能够和解，然后呢，叙利亚又重回到阿拉伯联盟，情势才稍微稳定下来。所以这样子的美国的整体的对外政策，我觉得今天的许多的案例都显现出来。这时候又回到了我们台湾的总统候选人一定需要去美国吗？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检讨这样子一个过去习以为常
觉得好像一定是一个做面试的，面什么试？面试官已经变了，不再是公平的面试官了嘛，对不对？好，来问舰长。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已经提出了非常多的资料，有关于呢中云号在海峡台湾海峡的状况。既然如此，美国是不是干脆把你当时的船位资料拿出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在台湾跟在中国领海之外的位置？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如果按照航机来看的话，以前美国对于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坏记录非常多。它进入到离青岛只有25公里的海域，它接近三亚、亚龙湾，解放军最大的一个潜舰基地也是如此，那就中了华春莹讲的。你为什么要到人家家门口去呢？而且距离那么远，有必要吗？另外，其实中美两国在2014年，他们其实是有签订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一次有没有发生效果？有，发生效果在哪里？现在连蒙特娄号的舰长自己都讲了，解放军的舰艇在事前就告诉他，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你转向，然后接下来他们才开始苏州号才开始加车前进130，最近的距离只有137公尺啊。事实上，中云号的全长都没有都超过137公尺。其实如果依据我个人的计算的话，大概10秒钟就要撞上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中云号的速度到底是多少？中云号的速度是1节。我怎么知道的？因为 USNI 它公布的这些音讯讯号里面的第一句话，它就讲了 1 knots， 就是它的值更官正在报它实际上的速度是多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都已经很清楚的明了，苏州号的动作，那何来不专业或者是危险动作呢？你明明就知道。所以我一开始讲，你不妨公布你自己的船位，告诉全世界你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另外，我们常常喜欢就是拿着美国好像给我们的一些资料，装备，我们觉得很开心啊。还记得吗？5月26号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美国总统拨款权有5亿的美元的装备要给我们，结果是刺针。但是 The Hill， 也就是国会山庄报，美国的国会山庄报告诉我们，那是2019年7月就应该要批准的给我们的军售案啊，跟这个美国总统拨款权一点关系都没有。外交部、国防部，你有说清楚吗？是我们花钱买的，跟总统拨款权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头到尾都在认知战。